保持70歲時活力的鍛鍊方式可能與健身房的不同。大多數40歲以上男性整天坐着，影響身體，導致髖部緊張、駝背和失去平衡。健身文化強調舉重，但沒人教你正確運動。這7個動作不花哨，你也不會把它們曬到網上，但它們決定了你在70歲時是能夠輕鬆起身，還是每天早晨忍着痛皺眉。第一個動作比我發現的幾乎所有其他方法都更能緩解久坐帶來的傷害。這就是所謂的世界上最偉大的伸展，這個名字一點也不誇張。這個動作同時拉伸你的臀部、腿後肌、脊柱和肩膀。你邁出一步進入深弓步，一只手撐在地面上，將另一只手臂伸向天花板，讓你的眼睛跟着你的手抬起，然後換另一邊，重複動作，每側保持30到60秒。每天在瑜伽墊或任何柔軟的地面上練習。如果你的膝蓋不舒服，只要把後膝放下來，縮小動作幅度，直到你感覺舒服為止。根據男性雜誌的說法，這個拉伸可以改善髖部和胸椎的活動，同時緩解上背部的緊張，並隨着時間的推移支持更好的姿勢。原因在於久坐會導致髖屈肌緊繃，並使上背部僵硬。這個動作同時針對這2個問題進行緩解。這是少有的一個拉伸動作，一次就能作用於臀部、脊柱、肩膀和姿勢。大多数人忽略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不需要強迫旋轉，你只需讓呼吸引導你的動作，脊柱逐漸舒展。每天早晨從每邊3次緩慢旋轉開始，你不會流汗，但你的身體會感激你。經過幾次訓練後，你會發現站直變得更容易，爬樓梯時臀部也不再感到緊繃或不適。每天調整因長時間坐在辦公桌前而受損的姿勢，這正是它排在這個列表首位的原因。這個拉伸動作可以放鬆你的髖部和身體前側。現在我們需要活動上背部和肩膀。下一個動作是穿針引線，非常適合緩解一天開車或打字後積聚在肩胛骨之間的緊張感。你從雙手雙膝着地開始，然後將一只手臂深入對側腋下，讓肩膀和太陽穴輕靠地面。你的脊柱輕輕旋轉，肩膀舒展開來。保持30到45秒後再換邊，慢慢深呼吸，讓重力充分發揮作用。如果有肩峰撞擊症，建議減少拉伸幅度或暫時跳過該動作，直到胸部拉伸不再不適。正如 Peloton 健身团隊所說，這個動作可以釋放頸部、肩膀和背部的緊張，同時增加脊柱和肩部的活動度。它專門針對胸椎的旋轉和屈曲，這是大多數男性最先喪失的動作。上背部本應能夠旋轉，但多年來久坐使其固定不動。這個動作幫助你的脊柱重新學會扭轉。物理治療師非常喜歡這個拉伸動作，因為它不需要任何設備，幾乎不占用空間。你可以在地毯或瑜伽墊上看電視時做這個動作，確保支撐的手保持在肩膀正下方，避免脖子受到擠壓。每邊做2個回合就足以感受到明顯的放鬆。每天堅持，你會發現倒車出車道時回頭看不再僵硬。這是糾正電腦和手機造成的駝背最簡單的方法。你的臀部和上背部已經感覺更加舒展了。現在是時候給你的下半身奪回现代椅子從你身上偷走的位置了。第3個動作是深蹲，有時也稱為亞洲蹲。簡單來說，就是腳跟着地，身體以深蹲的姿勢靜止休息，雙腳與肩同寬站立，保持平衡。盡量降低臀部的高度，同時保持腳跟穩穩的着地，雙手可以放在膝蓋前方或地面上。每天保持此姿勢60至90秒，進行1到2次。如果你的腳跟離地，可以在腳跟下墊一條折疊的毛巾或一本薄書，直到你的腳踝活動度改善。哈佛健康指出，練習这種低蹲可以同時增強下背部的力量，提高臀部、膝蓋和腳踝的柔韌性和活動度。在健康與健身的一份報告中，每天進行2分鐘的深蹲，保持在1個月內改善了髖關節的靈活性。蹲姿是人類自然的休息姿勢，但西方的椅子和桌子讓我們遠離了這種姿勢。當你恢復這種姿勢時，膝蓋和髖關節會重新適應完整的活動範圍。第1天無需強求深度。許多40多歲的男性最初會感覺膝蓋不適，但那通常是緊繃感在作怪，而不是損傷。保持耐心，一邊呼吸一邊進入姿勢，讓身體自然放鬆。如果你膝蓋疼痛，可以借助面前的堅固椅子或門框保持平衡，只下降到自己覺得安全的程度。隨着時間的推移，你的腳踝會變得更靈活，髖部會下蹲更低，
從低矮的沙發上站起來時也不會覺得那麼費力。在幾周內，你會明白為什麼每天蹲下的文化在老年時髖關節和膝關節問題要少得多。這就是我多年前希望自己就開始做的動作，因為它能保護承載你度過每一天的關節。你的臀部和膝蓋感覺鬆弛了許多。現在讓你的脊柱和肩膀減輕重力的負擔。第4個動作是懸掛放鬆，顧名思義，雙手手掌朝前握住引體向上桿，放鬆肩膀，讓身體自然下垂。懸掛時間從15到20秒開始，逐漸增加到30或60秒。每天進行2至3次懸掛練習。門框單槓非常適合使用，天氣好時你也可以用結實的樹枝或公園的单槓健身器材。正如衛報報道，懸掛強化上半身和核心力量，同時提升靈活性和呼吸功能。好處遠不止於此。懸掛拉伸可以緩解脊柱和肩部的壓迫，有效抵消因久坐不良姿勢帶來的壓力。它們讓你的肩膀充分活動整個動作範圍，釋放整天雙臂垂在體側所積累的緊繃感。它還可以增強握力和改善體態，同時緩解背痛，讓你的肩膀得到平時很少使用的活動範圍的鍛鍊。如果你長時間坐在鍵盤前，這一點尤其重要。可以把它看作是給你的上半身按下的重啟鍵。你不是在試圖做引體向上，你只是讓重力把你拉直懸掛着，這就是重點。如果你有肩膀夾脊症或肩袖問題，可以從部分懸掛開始，或者將阻力帶環繞在腳下以提供輔助。如果感到劇烈疼痛，請立即停止。1周內，你的手和上背會變得更強壯和輕鬆，你的握力會增強，脊柱会感覺更伸展，肩膀會重新感受到裹頭舉臂的活动範圍。這是一種被動恢復方式，卻能帶來積極的效果。懸掛有助於鍛鍊肩膀和握力，但真正的力量來自於攜帶，而不僅僅是靜止懸掛。第5個動作是負重行走，有2種方式，2個都很重要。農夫行走時，每只手各握一個哑铃、壶铃或負重背包，挺胸抬肩，保持挺直上身，行走30至40米。单手负重行走時，只用一只手持重物，你的核心肌群必須努力保持身体直立。每個動作做2到3組，每周進行2到3次，從輕鬆開始，注重姿勢，不急於求成。正如2110健身團隊所解釋的，負重行走可以增強全身力量、核心穩定性、握力耐力，甚至心血管健康一应俱全。你的握力更強，体態得到改善，腹斜肌學會穩定脊柱，應對不均勻的負重。這正是你拎着行李箱走過機場，或從車裡提起一袋覆蓋材料時的感受。負重攜帶看起來不起眼，但它比大多數器械訓練提供更多實際的力量。你可以使用水壺、裝滿書籍的背包，或任何2個等重的物體。關鍵是保持身姿挺拔，穩健的走路。這實際上模擬了提着雜貨、行李或抱着孫子上樓梯。如果你有下背部問題，保持重量很輕，並在行走時主動收緊腹部肌肉。一旦感覺脊柱彎曲，就停止。這絕對是你能做的最實用的練習之一，因為這就是有目的地走路。負重攜帶能夠鍛鍊強壯的核心，但保護背部最重要的動作模式卻是大多數男性每天都會做錯的。第6個動作是臀部鉸鏈，也叫羅馬尼亞硬拉動作。它教你以臀部為支點彎曲身體，同時保持脊柱的自然中立位置。雙腳與臀部同寬站立，手持掃帚桿或 PVC 管貼於背部，將你的臀部向後推，好像用臀部關上一扇門，同時感受到大腿後側的拉伸，保持脊柱挺直。然後通過收緊臀肌回到站立姿勢。每天用掃帚桿緩慢地練習8至10次重複動作，可以在动作模式自然後加入輕啞鈴或輕背包，做2至3組，每組8至10次。根據 health.com， 羅馬尼亞硬拉可以增強你的核心肌群、臀部和腿筋，同時有助於預防下背痛。掌握鉸鏈動作能顯著提升身體後側肌群表現，組成你背部的一組肌肉，幫助你保持直立和有力。許多40歲以上男性因背痛害怕硬拉，但臀部鉸鏈動作能有效消除這種恐懼。它教你的身體發揮臀部後側最大的肌肉的作用，而不是依賴脊柱。想象你的臀部是门上的鉸鏈，背部保持平直，膝蓋微微彎曲。如果做得正確，這將是增強下半身力量和日常功能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如果你正感到下背部疼痛，先只用掃帚桿開始，並且減少你的活動範圍。千萬不要弓着背去夠低處，臀大肌和腿後肌群發力，
不應由下背部肌肉負責。經過幾周練習後，彎腰繫鞋帶或裝洗碗機的碗碟時，你會感覺完全不同。每次你拿起箱子、抱起孫子或拿着一袋雜貨時，正是這種動作模式保護你的安全。你的下背部會感激你。如果你掌握髖部鉸鏈動作，你會終生保護你的背部。但還有一個技能決定你是否還能穩穩站着。第7項動作是單腿平衡伸展，這是最有效預測你是否能在70歲及以後保持獨立生活的方法。根據約翰霍普金斯醫學研究，跌倒是老年人受傷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平衡鍛鍊則是減少這種風險最有效的解決方法。靠近牆壁或櫃檯站立以確保安全，抬起一隻腳，臀部向前折疊，同時用對側的手伸向地面，保持背部平直，然後回到站立姿勢。做完5到8個慢速動作後換邊。起初靠牆獲得輕微支撐，隨着穩定性的提高，再逐漸嘗試不扶牆。梅奧診所的研究表明，平衡練習有助於增強穩定性，預防跌倒。單腿站立就是在鍛鍊你的腿部和核心力量，同時讓你的身體學會保持平衡。如果你有跌倒史或嚴重的平衡問題，建議靠近牆壁進行靜態單腿站立，直到你自己感覺穩定為止。永遠不要急於伸手，腳踝、臀部和核心協調，保持身體直立。如果你剛開始，先從每條腿堅持10秒開始，從那裡逐步進行，別讓驕傲擋住你靠牆的機會。目標不是完成雜技表演，而是讓你能自信的單腳站立，無論是在穿褲子還是走出淋浴的時候。1個月內，你走樓梯、草地和不平坦的人行道時會感覺更穩健。這種穩健幫助你避免住院，掌控自己的生活。這並不是為了看起來健壯，這關乎70歲時還能穩穩站立，走過濕滑的車道。你現在掌握了7種方法，把它們融入日常生活，而不必讓生活變成健身房的例行活动。每天早晨依次做世界级全身伸展动作，穿針伸展、深蹲坐姿和单腿平衡伸展，這大約需要3到4分鐘。每當經過門口的單槓時，就做死掛。有幾分鐘空閒時，就做農夫式或手提箱式負重行走。每次彎腰撿東西時，都要練習髖部鉸鏈動作。目標不是為了鍛鍊，而是與關節的每日互動。這7個動作不會讓你成為房間裡最強壯的男人，但他們可能會讓你在70歲時成為最靈活的男人。請在評論中告訴我，這7個動作中，你第一次嘗試哪個最難？分享你的答案，我會很有興趣閱讀。再見。